底特律老虎瘋了嗎？竟然把連拿2屆賽揚獎的絕對王牌 Tarik Skubal 賣掉，卻死留着年底就要拍屁股走人的二壘手 Gleyber Torres。這波看似自相矛盾的操盤，其實隱藏着老虎總管極度精算的建軍大棋。但問題來了，面對底特律布下的內野天羅地網，一員游擊神童 Kevin McGonigal 提早霸占核心，左打重炮 Colt Keith 強勢卡位，再加上外野大物 Max Clark 升上大聯盟引發的內野大班風，在生存空間被極度壓縮的絕境下，台灣怪力男李浩宇未來到底還有沒有位子？他會成為新秀大亂鬥的犧牲品，還是老虎打線最不可或缺的誘打解藥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野球特報。今天我們用最殘酷的進階數據，帶你看懂這場大聯盟生存戰。在進入解析之前，我們想邀請還沒訂閱的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們產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級歡迎加入頻道會員。還有，史蒂芬頻道上線嘍！現在就點開底下資訊欄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結束後來商店逛逛，裡面有我們精選的職人好物，帶走喜歡的商品，就是給頻道最實質的鼓勵哦。好，回到今天的主題，說到老虎隊這盤大棋，我們必須先從 Tarik Skubal 的交易案談起。很多球迷不解，為什麼要把一個正值巔峰、連續2年統治美聯的王牌送走？其實，從財務角度看，這是一場精準的資產最大化博弈。Tarik Skubal 在2026年冬季的薪資仲裁中拿到了3200萬美元的年薪，這對老虎這種還在重整期的球隊來說，把這麼高比例的預算壓在單一投手身上，風險實在太高。如果想續約，價碼絕對是2億5千萬美元起跳。老虎總管 Scott Harris 顯然認為，與其承擔投手的傷病風險，不如趁他身價最高的時候，從急需爭冠的洛杉磯道奇手中換取未來6年的核心控制權。這筆交易換回了像 Shahir Hope 這樣具備5拍子潛力的外野手，還有即戰力投手 River Ryan 以及潛力股 Brady Smith， 徹底重塑了農場深度。這確實符合魔球理論的實踐，用半季的戰力換取長期的競爭力。但讓人困惑的是 Gleyber Torres 的處境。他去年打出全明星身價，今年接受了2200多萬美元的合格報價留隊。雖然他在季中受到運動疝氣和腹斜肌傷勢影響，表現下滑到打擊率2成23左右，但老虎隊在交易大限前竟然選擇留下他，這不像是一個打算徹底重建的球隊會做的決定。難道老虎隊覺得今年還有機會衝擊季後賽，所以即便 Gleyber Torres 合約快到期，身價下跌，也不願意隨便把它賤賣掉嗎？沒錯，畢竟截至8月5日，老虎隊距離外卡也才1場勝差。這種時候送走主炮，對更衣室士氣的打擊是非常巨大的。而現在留下 Gleyber Torres 有幾個戰略層面的意義。第一，他是農場內野大物升上大聯盟之前的避震器。如果把 Gleyber Torres 送走，李浩宇或 Colt Keith 這些年輕球員就必須立刻頂上每日先發的重擔，在爭奪季後賽門票的壓力下，這對新人的成長未必是好事。第二就是現實面 ，Gleyber Torres 當時帶着傷，交易價值已經跌到谷底，其他球隊不願意出像樣的新秀來換。與其換回一些邊緣球員，不如留着他穩定打線，等賽季結束後再說。這種操作其實是在保護球隊的競爭力，同時也給了像李浩宇這樣的年輕球員一個緩衝的空間。但在談論李浩宇的機會之前，我想先丟出一個數據問題考考大家。在老虎隊目前的內野大物名單中，有一位球員展現了近乎恐怖的本壘板紀律，他的追打壞球率僅有18.2%，甚至入選了全明星賽。這名球員是誰？那就是老虎隊現在的建軍核心 Kevin McGonigal。這位21歲的游擊手成長速度快得驚人，他在大聯盟初登板就單場敲出4支安打，球團甚至在他上大聯盟還不到1個月的時候，就砸下了1億5千萬美元的長約，直接把他綁到2034年。Kevin McGonigal 的數據非常誇張，打擊率2成84，OPS 高達.818，而且揮空率極低。這份合約基本上宣告了老虎隊未來10年的游擊或三壘防區已經有一個位置是死被他佔據了。除了 Kevin McGonigal， 我們還不能忽視 Colt Keith。雖然他今年經歷過全壘打荒，但他曾經單場擊出3響炮，展現了強大的左打長打能力。球團也給了他6年2000多萬美元的延長合約。
還有2023年的選秀第3順位的 Max Clark。這位外野大物升上大聯盟後，會引發連鎖反應。當克拉克接管中外野防區時，原本客串中外野的 Javier Baez 或 Matt Vierling 將被迫移回內野防區。這使得總教練 Hinch 在安排三壘與游擊的調度上變得更加棘手，進一步壓縮了內野替補球員的生存空間。再加上還有一個打擊數據非常恐怖的 Max Anderson， 他今年在小聯盟打出.930的 OPS。雖然 Max Anderson 防守和跑速是短板，而且他作為右打二壘手，與李浩宇的守備位置重疊性極高，是李浩宇最直接的競爭對手。在這麼多強敵環伺下，我們終於要來聊聊李浩宇了。截至8月，他的打擊率2成67 ，OPS .721，這在數據上非常接近大聯盟平均。我們看 Statcast 的進階數據，李浩宇的平均擊球初速有89.1英里，強擊球率將近4成。這證明了台灣怪力男的稱號不是開玩笑的，他確實具備大聯盟等級的力量。他的 barrel percent 來到9%，這比大聯盟平均還要好。然而，數據也揭露了很現實的缺點，高達32.2%的追打壞球率與僅有4.4%的保送率，導致他的預期加權上壘率 xWOBA 僅有0.286。在當代極度看重保送與上壘價值的數據棒球思維中，這種極端的盲炮式選球策略是高風險的。一旦他的擊球運氣 BABIP 回歸平均，他的整體進攻貢獻一定會下滑。若李浩宇期望在未來幾年站穩大聯盟先發，將保送率提升至聯盟平均的8%左右，並降低揮空率，應該是休賽季重要的課題。你點出了最關鍵的一點，李浩宇目前的 xOBA 只有.286，但為什麼我對他在老虎隊的未來還是抱持高度肯定？原因就在於老虎隊現在的打線實在太偏左打了。你看看核心名單 ，Kevin McGonigal、Colt Keith、Max Clark 還有 Riley Green， 清一色全是左打。如果我是對手，我只需要派出一名強力左投，老虎隊的進攻就會大打折扣。這時候，李浩宇作為一名具備優異長打潛力的右打者，他的戰術地位就變得非常稀缺。他對左投的打擊能力在小聯盟就已經被證明過，這種對左特攻的價值是他在大聯盟卡位的最強本錢。而且我們不能忽視總教練 AJ Hinch 的執教風格，他對左右對戰的執着，還有非常迷戀多守位的彈性。相比於 Max Anderson 那種只能打、防守卻很粗糙的形態，李浩宇的守備範圍比他更廣，可以勝任二壘和三壘。在 AJ Hinch 的體系下，你不需要是一個每天出賽的固定先發，只要你能針對特定的投手組合提供火力，並且在比賽後段提供穩定的帶手或帶打，你就能在名單中佔有一席之地。李浩宇目前也有大聯盟前25%的跑壘速度，這種特質非常契合老虎隊現在的建軍方針。對，我們再看遠一點，到2027年 ，Gleyber Torres 簽的是1年的報價，老虎隊已經把大筆預算砸在 Kevin McGonigal 身上，接下來還要考慮續約 Riley Green。大概率不會跟 Gleyber Torres 簽長約。明年當 Gleyber Torres 離隊後，二壘的位置就會空出來，屆時就是李浩宇和 Max Anderson 的正面對決。只要李浩宇能展現出優於對方的防守穩定度，並且把那偏高的追打壞球率降下來，他絕對有機會成為底特律老虎的先發二壘手。他不需要去跟 Kevin McGonigal 競爭游擊，他只需要做好那個能夠保護左打群、能對抗左投的右打核心。老虎隊這盤棋下得真的很深，表面上是賣掉王牌，實際上是為了未來5年的統治力在布局。而李浩宇就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切入了老虎隊的藍圖。雖然競爭對手很多，像 Jace Jung 雖然是首輪新秀，但在大聯盟適應不良，打擊率掉到1成多，這其實也給了李浩宇更多表現的機會。只要他能持續發揮擊球品質的優勢，並在休賽季加強選球耐心，我們真的很有機會看到一位台灣內野手在底特律站穩腳跟。沒錯，老虎隊經理 Scott Harris 的策略應該很明確，就是用資產換取長期的競爭力，而總教練 AJ Hinch 則是用戰術彈性來極大化這些資產。李浩宇看起來應該正好具備了這兩者都看重的特質。
他在2026年的表現已經證明他不是來大聯盟觀光的，而是具備實質威脅的打者。對於台灣球迷來說，雖然現在看起來內野防區人滿為患，但這種高強度的競爭環境反而更能磨練出球員的真實價值。從 Tarik Skubal 的震撼交易到 Gleyber Torres 的留隊布局，底特律老虎展現了極高水平的制服組操盤。在這盤跨越數年的建軍大棋中，23歲的李浩宇正面對 Kevin McGonigal 與 Colt Keith 等競爭者的卡位。你認為李浩宇在2027年能站穩老虎隊的先發位置嗎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。今天的野球特報就到這裡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